光没有质量，为何会被引力弯曲？这个问题困扰了无数人。牛顿在1687年发表了万有引力定律，说任何两个有质量的物体之间都存在引力，大小跟两个物体质量的乘积成正比，跟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。这个定律简洁得令人发指，却精确地描述了从苹果落地到行星公转的几乎所有运动。月亮为什么绕着地球转？地球为什么绕着太阳转？潮汐为什么有涨有落？牛顿一个公式全搞定了，但牛顿心里有个坎儿一直过不去。太阳和地球之间隔着1.5亿公里，这中间是什么？是真空，没有任何东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太阳是怎么隔着1.5亿公里的虚空，把引力施加到地球身上的？这力是怎么传递过去的？靠什么传递的？没有介质，没有接触，没有延迟，瞬间的，好像两个物体之间有一根看不见的弹簧，但这根弹簧什么材质都不是。这就是物理学上著名的超距作用问题。牛顿自己也心虚得很。1693年，他在给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理查德·本特利的一封信里写了这么一段话，大意是：没有生命的物质竟然能够隔着虚空影响另一个物体，完全不需要任何传递机制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荒谬。我相信不会有任何在哲学方面具有充分思考能力的人会坠入其中。你看，牛顿自己都觉得这事儿荒谬，但他没办法，因为他那个时代没有更好的理论工具，他只能假设引力就是这么工作的。至于为什么，牛顿说了一句很诚实的话：我不做假设，意思是我只描述现象，不解释原因。这句话听着像谦虚，其实是无奈。就好比你知道火会烫手，但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只知道每次碰火都会烫，于是你就写了一个火烫定律。至于火为什么烫，你说我不管，我只管描述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接下来的200多年里横扫天下，精度高到什么程度呢？1846年，法国天文学家勒维耶光靠算出了海王星的位置。他分析天王星的轨道异常，用牛顿定律反推，说那个方向上应该有一颗没被发现的行星。结果德国天文学家加勒当天晚上就拿望远镜找到了，靠数学公式在纸上发现一颗行星。这是牛顿力学的巅峰时刻，但巅峰之后就是裂缝。同样是勒维耶，他在分析水星轨道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让人抓狂的问题：水星的轨道不是完美的椭圆，它的近日点，也就是离太阳最近的那个点，在不断移动，天文学上叫进动。按照牛顿定律计算，其他行星的引力射动应该能解释这个进动，但算来算去，每100年总有43角秒的多余进动无法解释。43角秒什么概念呢？1角秒等于1度的3600%，43角秒就是大约0.012度。你会说，这么小的数字至于纠结吗？至于，因为牛顿力学在此之前是精确到令人发指的，他连海王星都能算出来，却解释不了水星轨道上这么一小撮多余的移动。这43角秒就像一件完美西装上的一根线头，你越看越不舒服。有人猜，是不是太阳和水星之间还有一颗没发现的行星，管它叫
火神星。找了半天没有，有人猜是不是太阳周围有一圈尘埃带，影响了水星轨道？算了一下，如果真有这么多尘埃，我们应该能看到，但看不到。总之，什么办法都试了，就是解释不了这43角秒。这个问题从1859年一直悬到1915年，半个多世纪，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没能搞定。直到一个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上班的人，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，把这43角秒给消了。这个人当然就是爱因斯坦，但爱因斯坦的思路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他没有去修正牛顿的公式，没有去寻找额外的行星，他做了一件更激进的事，他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引力这个概念。在爱因斯坦看来，引力根本不是一种力。这句话有点颠覆，我慢慢说。在牛顿的世界里，空间是舞台，物体在舞台上运动，引力是物体之间的一根线，拉着彼此。但爱因斯坦说，空间不是舞台，空间本身就是演员。更准确地说，时间和空间不可分割，它们组成了一个4维的时空。而这个时空不是平坦的，不是坚硬的，它是可以变形的。你可以把时空想象成一张巨大的蹦床，蹦床本来是平的，但你在中间放一个保龄球，蹦床就凹下去了。保龄球越重，凹得越深。如果你在蹦床上滚一个玻璃球，玻璃球不会走直线，它会沿着凹陷的边缘滑过去。从旁边看，你觉得玻璃球被保龄球吸引了，但实际上呢，玻璃球只是在蹦床的表面上走，他认为的直线，蹦床凹了，直线就弯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太阳就是那个保龄球，地球就是那个玻璃球。太阳把周围的时空压弯了，地球在弯曲的时空中沿着最短的路径运动。从远处的观察者看来，地球好像被太阳的引力拉住了，但实际上，地球只是在弯曲的时空里走直线，不是力在拉，是路在弯。这个思路最厉害的地方在于，它不再需要超距作用了。牛顿头疼的那个问题，太阳怎么隔空把力传到地球，在爱因斯坦这里根本不是问题。因为太阳不是在传力，太阳在改变地形。你把蹦床压凹了，蹦床上所有的东西自然都会沿着新的地形走，不需要任何传递介质，不需要任何看不见的弹簧。地形变了，路就变了，就这么直接。而爱因斯坦走到这一步，靠的是一个他自称一生中最幸福的思想的想法。这个想法说起来简单到让人怀疑人生。他在伯尔尼专利局的椅子上坐着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一个人在自由落体的时候，感觉不到自己的重量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在一个封闭的电梯里，电梯的缆绳突然断了，你和电梯一起往下掉，在掉的过程中，你松开手里的一支笔，笔不会掉到地上，它会飘在你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笔电梯都在以同样的加速度往下落，相对于电梯来说，你是失重的，你感觉不到引力。现在反过来想，如果把你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电梯里，你感受到脚下的地板在支撑着你，你感受到体重，你能不能判断自己是在地球表面站着，还是在太空中以 9.8 米每秒平方的加速度往上飞？不能，因为这两种情况在你的感受上是完全一样的。
站在地球表面，你感受到的是引力；在太空中加速上升，你感受到的是惯性力。但在这两种情况下，你测量到的物理效应一模一样，苹果掉下来的加速度一样，光线弯折的方式一样，你的体重一样。这就是等效原理。均匀引力场在局部等价于匀加速运动，引力等于加速度，加速度等于引力，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。爱因斯坦后来回忆说，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思想。为什么幸福？因为这个原理给了他一把钥匙，把引力和加速度统一了起来。而一旦引力等于加速度，一个炸裂的推论就出来了。想想看，如果你在一个加速上升的电梯里打开手电筒，光从一面墙照到对面墙，电梯在加速上升，光从左墙出发的瞬间，右墙还在某个位置，但光到达右墙的时候，右墙已经往上移动了一点点。所以光打在右墙上的位置比出发时的位置低了一点。如果电梯持续加速，光在电梯里的轨迹就是一条向下的抛物线。光走抛物线，光不是走直线的吗？在惯性系里，光确实走直线，但在加速参考系里，光的轨迹是弯的。这不是什么光学幻觉，这是参考系的选择决定的。你在加速电梯里看光，光就是弯的。好，关键的逻辑来了。等效原理说，加速等价于引力，加速电梯里光线弯曲，那么引力场里光线也应该弯曲。你把加速电梯换成一颗大质量恒星，光从恒星旁边经过也应该弯曲，逻辑链条就这么顺下来了。但这里有一个特别容易误解的地方，很多人以为是引力拉弯了光，就好像光子虽然质量为0，但引力还是能作用在它身上。这个理解是错的。光本身没有变，光永远走最短路径，永远以光速前进。光的物理性质没有任何改变，改变的不是光，而是光所穿行的时空。你把一张纸折叠一下，在纸上画一条直线，纸折了，线就弯了，但线本身还是直的，它只是在弯曲的纸面上走了一条最短的路。时空就是那张纸，光就是那条线。质量把纸折弯了，线自然就弯了。在广义相对论里，这条弯曲表面上的最短路径有个专门的名词，叫测地线。所有物体在时空中都沿测地线运动，不管你有质量还是没质量。地球绕太阳走的轨道是测地线，光经过太阳旁边的弯曲路径也是测地线。区别只在于，有质量的物体走的是类时测地线，光走的是类光测地线，但都是同一个时空里的最短路径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有一个疑问，牛顿不是也预测了光线会被引力弯曲吗？牛顿把光当作有微小质量的粒子，算出来经过太阳边缘的偏折角是 0.875 角秒。爱因斯坦用广义相对论算出来的偏折角是 1.75 角秒，恰好是牛顿的2倍。2倍不是差不多，不是大致接近，是精确的2倍。这个差异从哪儿来的？因为牛顿理论里，空间是平的，引力只是把光子当作一颗普通的子弹拉了一下。但在爱因斯坦理论里，不光空间弯了，时间也弯了。引力场里时间流逝会变慢，这意味着光在经过太阳附近的时候，不光空间路径被弯曲了，时间维度的曲率
也叠加了进去，两部分贡献各占一半，加起来恰好是牛顿结果的2倍。这就是为什么爱因斯坦的预言是 1.75 角秒，而不是 0.875 角秒，不是拍脑袋定的，是时空几何的数学必然。1.75 角秒有多小？如果一个直角三角形有一个内角是 1.75 角秒，它要延伸1200米才能有1厘米高。你要在日全食的时候，太阳被月亮遮住的那几分钟里，去拍太阳旁边的恒星，然后跟半年前或半年后拍的同一天去对比，看恒星的位置有没有偏移。偏移量在底片上大约只有1粒沙子直径的1/4，这不是开玩笑的难度。1919年5月29日，机会来了。这一天发生了一次日全食，持续时间6分51秒，是20世纪最长的日全食之一。而且太阳当时正好位于 B 星团附近，那是一片明亮的恒星群，背景条件绝佳。英国天文学家亚瑟·爱丁顿组织了2支远征队，一支由他自己带队去了非洲西海岸的普林西比岛，另一支由天文学家戴森带队去了巴西的索布拉尔。在没有越洋飞机和全球通讯的年代，带着沉重的望远镜设备奔赴2个大洲，这本身就是一场冒险。普林西比岛那边日全食当天早上还是风雨交加，爱丁顿大概在心里骂了10000遍，但到了日全食发生的时候，云居然散了。爱丁顿拍了好几张照片，但只有2张显示了清晰的恒星图像。巴西那边天气好得多，索布拉尔队拍了26张底片，结果呢，索布拉尔队的26张底片平均偏折值是 1.98 角秒，普林西比队的2张有效底片平均是 1.61 角秒。爱丁顿和戴森商量之后，以加权方式得出了最终结论 1.64 角秒。1.64 角秒跟爱因斯坦预言的 1.75 角秒有差距吗？有，差了 0.11 角秒，误差大约 6%。这个结果在当时就引发了争议。有人说爱丁顿是爱因斯坦的狂热粉丝，故意舍弃了对相对论不利的数据。索布拉尔队的主望远镜因为高温导致镜筒膨胀，焦距变了，拍出来的星象模糊。爱丁顿团队以仪器故障为由排除了这些数据，但如果把这些数据也算进去，结果可能更接近牛顿理论的预测值。普林西比那边更尴尬，2张底片的测量值波动范围是 1.31 到 1.91 角秒，精度很有限。中科院物理所的曹泽贤教授后来感慨说，那个实验条件的照片要是测量准了，那才叫见鬼呢。说实话，爱丁顿1919年的观测确实粗糙，但科学的好处在于它不依赖一次实验就下定论。后来的高精度射电望远镜观测把误差压到了 1% 以下，广义相对论的预言被反复证实。1919年的那次观测最大的意义不是精确验证，而是它让爱因斯坦一战封神，让全世界开始认真对待这个理论。所以我的看法是，爱丁顿的观测有瑕疵，但广义相对论本身没问题，瑕疵在数据精度，不在理论。如果你因为这个观测的粗糙就否定整个广义相对论，那你等于因为第一张照片像素低就说照片里的人不存在，后来的相机越做越好，照片越来越清晰，
人脸始终在那里。爱因斯坦的预言不只停留在光线弯曲上，他还预言了引力时间膨胀，就是引力场越强的地方，时间流逝越慢。这个效应我们每天都在用，就在你的手机里。全球定位系统的卫星在距离地面大约2万千米的轨道上运行。根据狭义相对论，卫星速度快，卫星上的原子钟每天比地面慢大约7微秒。但根据广义相对论，卫星所在位置的引力比地面弱，所以卫星上的钟每天比地面快大约45微秒。1减1加，净效果是卫星钟每天比地面快38微秒。38微秒，你觉得微不足道？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，38微秒乘以光速等于11.4公里。如果 GPS 系统不校正这个相对论效应，你手机上的导航每天会偏出10几公里。你以为导航把你导进了小巷子，是信号不好？如果不做相对论校正，导航会把你导进别人家客厅。这个校正不是理论游戏，是实实在在写进 GPS 算法里的。你每次用手机导航成功到达目的地，都有100多年前的爱因斯坦在帮你。除了 GPS， 广义相对论还有一大批被反复验证的预言。水星近日点那43角秒的多余进动，爱因斯坦用时空曲率算出来每世纪43.03角秒，跟观测值完美吻合。困扰了半个多世纪的悬案，一个理论一个公式就消了，干净利落。2015年9月14日，美国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探测到了一个信号，命名为 GW150914。这个信号来自13亿光年之外2个黑洞的合并，一个29倍太阳质量，一个36倍太阳质量，合并成了一个62倍太阳质量的新黑洞。亏损的3倍太阳质量以引力波的形式释放出来，经过13亿年的旅行抵达地球。引力波，这个爱因斯坦在1916年就预言的东西，等了100年才被直接探测到。2019年4月10日，世界望远镜合作组织发布了人类历史上第1张黑洞照片，目标是104岁的 M87 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，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，质量是太阳的65亿倍。照片上那个模糊的橙色甜甜圈，就是黑洞周围弯曲到极致的时空，光线被引力扭曲成的环状结构。这是广义相对论在极端条件下的又一次完美验证。哈勃太空望远镜在天空中拍到了一种叫爱因斯坦环的奇观。当一个前景星系恰好挡在远处的星系和我们之间，前景星系的引力把背景星系的光弯曲成一个近乎完整的圆环。这不是特效，不是合成图，是实实在在的引力透镜效应。爱因斯坦在1936年就预言了这个现象。他说，光线经过大质量天体时会被弯曲，如果几何对齐合适，就能形成环。80年后，望远镜真的拍到了。有意思的是，爱因斯坦本人对这个效应不太上心。他在论文里说，这个效应太小了，实际上不可能观测到。他没想到望远镜技术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不仅观测到了，还成了研究宇宙的重要工具。天文学家现在用引力透镜来探测暗物质，寻找遥远的星系，甚至研究宇宙的膨胀速度。
爱因斯坦又一次低估了自己的理论。说真的，从牛顿到爱因斯坦，人类对引力的理解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。牛顿告诉我们引力是什么，一个公式描述了万物之间的吸引。爱因斯坦告诉我们，引力不是什么，它不是一种力，而是时空的几何形变。惠勒说过一句总结性的话：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，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。这句话把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概括得不能再精炼了。太阳的质量弯曲了周围的时空，地球在弯曲的时空中沿侧地线运动，运动的结果表现为绕太阳公转。不是太阳在拉地球，是太阳把路修弯了，地球顺着弯路走。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，光没有质量，为什么会被引力弯曲？因为弯曲的不是光，是光脚下的路。光永远走直线，永远走最短路径，永远以光速前进。但当时空本身弯曲了，直线也就弯了，最短路径也就弯了。光没有变，是舞台变了。你可能会问，那引力到底是什么？引力是时空的曲率，它不是一种力，不是一根线，不是一种超距作用，它是宇宙的地形。你在地形上走，地形平你就直着走，地形弯你就弯着走，不需要任何人拉你。牛顿的困惑，那个隔空传力的荒谬，在爱因斯坦这里彻底消解了。太阳不是隔空把力传给地球，太阳改变了周围的时空结构，地球在新的结构里自然运动，不需要介质，不需要弹簧，不需要超距作用。地形变了，路就变了。你现在手里拿着手机，你感受到手机的重量，你以为那是地球的引力在拉手机，但实际上是地球把周围的时空压弯了。手机在弯曲的时空中沿着测地线运动，你用手接住了它，你以为你在对抗引力，其实你在对抗时空的曲率。而你手机里的 GPS 定位，每一次精确导航，都在悄悄地验证着100多年前那个伯尔尼专利局小职员的方程式。38微秒的校正，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你，时空确实弯曲了，而且弯曲的方式跟爱因斯坦说的完全一样。所以下次有人问你，光没有质量为什么会被引力弯曲，你可以告诉他，因为引力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力，它不是拉扯，不是吸引，不是超距作用，它是时空的弯曲。光走的路弯了，不是因为光被拉了，而是因为路本身弯了。就好像你在地球上走直线，你以为你走的是直线，但地球是圆的，你走的直线最终会绕回来。不是有人在拉你绕圈，是地球的表面本身就是弯的。牛顿发现了引力的规律，但没搞懂引力的本质。爱因斯坦搞懂了，引力的本质不是力，是几何。从力学到几何学，从超距作用到时空曲率，这不仅仅是一次物理学革命，更是人类世界观的一次重塑。在牛顿的世界里，宇宙是一个精密的钟表，力是齿轮之间的咬合。在爱因斯坦的世界里，宇宙是一张柔软的时空织锦，质量让织锦起皱，所有的运动都是皱纹上的滑动。有意思的是，爱因斯坦在提出广义相对论之后，并没有停下脚步，他后半生一直在寻找一个更统一的理论，想把引力和电磁力统一起来，他没成功。广义相对论是他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，但他自己并不满足。
在他看来，这个理论还不够美，还不够基本。引力为什么会让时空弯曲？弯曲的机制是什么？时空的材质是什么？这些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人能回答。物理学走到今天，我们知道宇宙中存在4种基本力：引力、电磁力、强合力、弱合力。其中3种已经被量子力学统一在了一个框架里，唯独引力至今无法被量子化。广义相对论描述的是宏观的时空几何，量子力学描述的是微观的粒子行为。这2套理论在各自的领域里都精确地令人叹服，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打架。在黑洞中心的起点处，在宇宙大爆炸的最初一瞬间，时空被压缩到极致，量子效应和引力效应同时变得重要，但我们没有一套能同时处理2者的理论。这就是为什么引力如此特殊，其他3种力都是通过交换粒子来传递的，电磁力交换光子，强合力交换胶子，弱合力交换玻色子。但引力呢？如果引力也通过交换粒子来传递，那个粒子叫引力子。但迄今为止，没有任何实验找到过引力子的踪迹。引力可能是唯一一种不需要介质就能存在的相互作用，也可能它的本质比我们想象的更深。不过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对于光为什么会被引力弯曲这个问题，广义相对论已经给出了完美的答案。弯曲的不是光，是时空。光没有变，路变了。你现在可以想一想这件事，你周围的空间不是空的，它有形状，有曲率，有纹理。你脚下的大地不仅仅在支撑你，它还在弯曲你周围的时空。你每一次呼吸，每一次心跳，每一次翻身，都在弯曲的时空里沿侧地线运动。你以为你在躺着不动，其实你在一颗高速旋转的星球表面，沿着时空的曲率自由滑行。你没有被任何东西拉住，你只是在沿着时空的纹路走，就像水流沿着河床的形状流淌。不是河床在拉水，是水在找自己的路。不管时空怎么弯，不管引力怎么扭，你此刻躺在弯曲的时空中，沿着侧地线安然无恙。晚安。